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娱乐圈底层走出来的赵丽颖，看过人情冷暖，也懂什么是拜高踩低。今年是赵丽颖出道17年，也是她的本命年，而此时的赵丽颖正在遭遇一场危机。同为85花，比她大4岁的唐嫣，凭借一档客栈综艺吸粉无数，口碑收视双丰收；比她大1岁的热依扎，靠着某部电视剧中的李水花一角，夺下飞天奖，被大众夸赞实至名归。反观赵丽颖，绯闻不断，桃花泛滥。前段时间被曝和冯绍峰假结婚，目的是掩人耳目，为了给幕后大佬生娃。风声还没过，紧接着又被前经纪人爆料，他跟我说想好好拍戏，不想再干那事了，以前是太穷了，哭得很可怜。什么事不言而喻。虽说赵丽颖凭借风吹半夏成功转型，但是这记猛料还是将她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当事人心态暂且不知，唯一确定的是，从出道起，她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。人狠话少，风吹半夏中有这么一句话：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，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，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？这句话总结了剧中曲半夏的奋斗史，相同的，它也诠释了剧外赵丽颖的人生。不同于从北电的大秘密、北舞的诗诗的一帆风顺，中专毕业的她走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。大城市里女孩子的童年，洋娃娃、摇摆车，但她家没这个条件。记忆中的童年，不是种田就是摘棉花，不算艰苦，但也称不上衣食无忧。最初的她的梦想是成为了一名空姐，但对家人而言，这个职业算不得光彩。于是，毕业后的她向命运低头，四处打工为生，收银、发传单、当服务员、做迎宾。转折点是2006年，这一年，她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，因为表现出色，得到了和冯小刚合作的机会。由此来看，赵丽颖的起点并不低，但不低归不低，等待赵丽颖的仍是一个又一个难以跨越的难题。首先是口音问题，出生农村，极度自卑，大多数龙套都是巴不得多一句台词，多一点镜头，只有她镜头一对准就躲就算了，还自动调小声音，一句台词也听不清，所以在片场被骂成为了家常便饭。所幸赵丽颖不是知难而退的人，别人不敢或者不想要的角色，她争着抢着，丫鬟、死人、路人甲、士兵乙。拍戏空余，就恬不知耻地跑到剧组前辈那里虚心求教。虽说有的人会嫌弃她的出身，但大部分人还是很热心肠，愿意指导她一两句。其次是外貌，入行多年，赵丽颖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跑龙套。为什么跑龙套？因为她是圆脸。他们对我说，圆脸是演不了主角，形象有限制，不大气。其他女艺人，瓜子脸、柳叶眉，看起来风情万种，赵丽颖处在其中，就好像丑小鸭误入了天鹅群，以至于见到她的人，不是劝她整容，就是羞辱她长得像猪。难过、委屈，但对那时候的她而言，更多的是不服气。为了不被人瞧不起，她苦练演技，苦练台词。别人休息，她拿手机录台词，一句一句扣细节；别人拍戏，她在旁边观察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不断地去观察，不断地去积累分辨，把好的留给自己，就这样一步一步揣摩过来，功夫没有白费。2013年，她凭借《陆贞传奇》一举成名，揽下多项头衔，提名白玉兰，拿下金鹰奖，手握大爆剧，成为收视年冠。这之后，
赵丽颖火了，但可悲的是，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活在非议里。话题女王，大众对赵丽颖最大的偏见就是她出身农村，以至于她刚走红就遇见了拦路虎。一个叫做蜡笔小球的博主在社交平台爆料，表示赵丽颖是朝阳 V 姐。朝阳 V 姐是什么？通俗点来说，就是有名气、有身份，服装是深 V 领的外围女。除了发文爆料，蜡笔小球还宣称自己手中有小赵的不雅视频。对于这个爆料，小赵本人并未回应，但后来有人找知名狗子求证，他的回答就引人遐想。卓老师，赵丽颖有没有当过坐台小姐？英雄不怕出身低，刘备还卖过草鞋呢。黑料转得轰轰烈烈，但这么多年过去，至今没有看到蜡笔小球的实锤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2014年，小赵的前经纪人在社交平台放出了诸多聊天记录，将这其中的内容总结一下就是：他捧他上位，他将他一脚踹开。照片曝光，舆论哗然。小赵的身上也多了几个让人难以启齿的标签：心机女、白莲花、忘恩负义。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未必。2013年，于正看出了他的潜质，向他递出橄榄枝：签我，我会给你最好的。可出乎意料，小赵拒绝了于正的好意。经纪人为我做出了很多，我不能弃他而去。至于前经纪人口中的让小赵爆红的花千骨，也并非是他的功劳。真相是赵丽颖单枪匹马找到剧组，靠着对人物角色的理解争取到的。而前经纪人郝如做的是拒绝，是隐瞒。最终两人闹掰，从此相忘于江湖。后来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。郝如因为不甘心，所以四处散布小赵的黑料。没脑子，没学历，火了膨胀。对于他的诋毁，赵丽颖从始至终都没有辩解。她不明白为什么曾经最好的伙伴会反目成仇，也不懂为什么来自哪里会成为一个人衡量另一个人高下的标准。她只知道这之后，她就成为了大众攻击的对象，被吐槽没情商，被骂没品味，被嘲农村口音。最离谱的是，他在节目中喝一口水都能被口诛笔伐。别问为什么，问就是因为他来自农村。他的出身是，即便他已经当上了主角，依旧会被人骂长得丑。他的出身是，即便他的演技精湛，也依旧有人会做文章。农村出身，气质不行。值得玩味的，对于外界的议论，赵丽颖从来都是3不原则：不听、不看、不管。倒不是说他妄自菲薄，而是他觉得被人误解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强大。所以对于外界的恶意，他选择最有力的回击的方法是靠实力。其他演员享受红利，忙着抠图念数字的时候，他打戏、动作戏全都自己上。拍摄电视剧宫锁沉香，因工作人员操作不当，导致小赵从马上衰落，后背硬挺着的，久久回不过神。但他为了不耽误拍戏进入，硬撑到收工后才前往医院治疗。结果就是错过最佳治疗时间，后背至今都还有一个凸起。小赵拍戏的时候经常都是蹲着的，因为他腰椎有伤，所以无法久站。关智斌说，可即便如此，他依旧不用替身，在大冬天跳进水里，在40度高温的沙漠被来回拖行。除了以身作则，他还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，人非圣贤，不需要帮我撰写悲惨的故事，立奇怪的人设，感谢我努力着我该努力的，也享受着我该享受的。如他所言，付出都是有回报的。之后他出演的每一个角色都在刷新着他创造的记录。他可以是敢爱敢恨敢于拼搏的小谷，可以是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女将军楚乔。
也可以是聪慧伶俐的盛明兰。她用实力告诉大家，农村出身的人并不差。她用时间证明，最好的作品其实是她自己。值得玩味的是，表面风光的赵丽颖也有一段难以启齿的往事，和冯绍峰的露水情缘。除了源源不断的黑料，赵丽颖身上最令人诟病的就是那段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的婚姻。因戏生情，光速结婚。为了怀孕生子，一向以女强人自居的她和黄斌解约，在巅峰时期隐退。不可否认，那段时间赵丽颖的状态的确很好，眼神也好，行为也罢，总是透着温柔。但可惜的是，婚礼还没举行，戒指还没收到，这段婚姻就已经走到了尽头。离婚原因暂且不知，唯一确定的是，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一方面是地位，赵丽颖出身农村，拥有今天这个地位全靠自己的打拼。反观冯绍峰，家境富裕，不需要吃生活的苦。另一方面是情史，从出道到现在，和赵丽颖有绯闻的无非就是陈晓，而冯绍峰人送外号采花使者。从杨幂到倪妮到林允再到郭碧婷，演一部戏爱上一个女人。由此来看，他们的婚姻并没有仔细斟酌，而是一时兴起。好在赵丽颖并没有因为婚姻的失败而一蹶不振，反而奋起直追，用实力告诉我们，只要你够强，就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。